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这一次呢，我们来到釜山，总共6天5夜的行程。这次的行程会带大家吃遍整个韩国的超级道地的美食，然后呢，也会给大家很多满满的体验。喜欢的就继续往下看下去吧。在看之前呢，不要忘记订阅我们哦，还可以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周的上片通知。那我们就往下看吧，走。这是位于釜山新世界百货1楼的 Spa Land。因为呢，我们有买釜山 Pass 的关系，所以这个行程的入场券就包含在里面，不用额外付费，总共可以待4个小时。到柜台出示手机的电子凭证，它会给你一张有专属号码跟入场时间的入场券。这个号码呢是对应你的鞋柜跟个人置物柜的号码。找到自己的号码，把鞋子放进去之后呢，记得要把钥匙拿起来，因为这个钥匙它会帮你记得你所有在里面的消费。等到你要离开的时候呢，再到柜台去结账就好了。所以一定要记得保管好。那边可以寄放行李，然后右边是柜台。这也是女生的拉克布勒，一定要淋浴后才能进入泳池内，不可以摄影，所以我要关掉喽。温泉区是不可以穿衣服入浴的，而且一定要先冲洗过才可以下池。这里有按摩池跟冷热池可以选，泡累了旁边也有烤箱可以休息一下。听说来 Spa Land 一定要吃的拉面，一份是1万韩元，含1包泡面、自助加料区跟1罐铝罐的饮料，全部都是自助式的，你想要什么你就自己来。煮完之后呢，还可以加1片香浓的 cheese 提味。开动！吃饱结束之后呢，直接往隔壁的按摩椅躺。这个也是用钥匙付费启动的。除了按摩椅之外呢，还有付费的人工 SPA 按摩可以选。1楼的室外是泡脚池跟休憩区，还有很多针房可以使用。走了一下，发现到处都摆满各式各样的躺椅，让你可以在吃饱之后小休一下。所以呢，我们就直接大躺一波，睡一个舒服的午觉。我本来以为这样睡已经很顶了，没想到户外泡脚池还有这样子的躺椅，像一根香蕉。除了入场券不用额外付费之外呢，我们总共点了2份拉面、体验按摩椅跟1人1杯的饮料。这样子的消费是台币885块。虽然说计算下来好像没有特别的便宜，但这个体验真的是棒到不行，非常适合逛街逛累了，想要让身体跟脚好好休息的行程。泡完澡之后呢，体力满点的跑下一个超糗的行程——引岛海女村。搭公车过去的路上啊，可以看到沿途一间又一间的咖啡厅靠着海岸，即使隔着墙，我都能感受到望海的宁静感。这里是海女村，你们可以看到啊，我后面的这个壁画，它其实是就是福科出来的，然后这个都是在写一些海女的生活的痕迹。公车下车之后呢，还要再步行大概10多分钟才走到，因为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就是公车还没有到。但如果说你是开车进来的话，它其实是可以这样开进去的。海女博物馆到了。这里有一个海女的雕像，先从3楼开始逛。它的3楼是一个屋顶，然后呢，你就会获得一个无敌的海景，哇，可以吧？我们来的时间差不多是5点左右，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时间太阳还没下山，正准备下山的时候真的太美了，再看一眼吧。无敌海景，他就算年纪这么大，还是要下去淘他们就是一辈子讨海为生，这样子的女人是最美的女人。海女顾名思义是讨海为生的女人们。其实呢，讨海这个工作当初是源于济州岛，那他们在前往韩国各地海港捕捞的时候，也常常会在引岛这个地方逗留，因此呢，引岛的海女文化也随之流传，变成了地方的特色文化。海女博物馆呢，其实就是展示海女她们讨海的一些工具，跟她们生活的痕迹，还有过去的故事。
1楼其实就是当地的海女把当天捕捞到的新鲜海产做成料理给观光客吃。这一位年迈的海女就相当活泼，重点还会说中文呢。上菜，我们点了一个海鲜拉面，然后这个是生的螺肉、生章鱼、海胆、饭卷这样子，6万5千。看在那个无敌海景的份上，这个价钱就先降吧。哎，它的海鲜面给你这么大只的章鱼，然后还有这个，这个就是所谓的淡菜是吗？对。然后还有那个一大颗的鲍鱼 ，Oh my god！ 这个是刚刚那个阿姨超级推荐我的螺肉，生的螺肉，而且一定要沾那个瓦萨比哦，好脆哦！不知道螺肉可以这么脆。它其实就是海鲜拉面做成的，是它上面放很多海鲜。这是我一直想吃的生章鱼脚吗？然后还有那个蛋菜，但是没有我们上次去绿岛来大颗哦，就小一点。它的海鲜拉面其实很好吃哎，重点是我们还有点那个海胆，它海胆有够新鲜，饭卷，因为它的海鲜面其实里面料就很丰富，还有一大颗的鲍鱼，然后2颗蛋菜，然后还有一整只的章鱼脚，其实这样还蛮够的啊。这个章鱼是有一点多点的，在海边吃海鲜配夕阳。加啤酒，饭卷加海胆，奢华享受。完食，4片章鱼实在吃不下了。我觉得以2个人的食量，而且尤其是凯龙，其实他还算蛮能吃的，但我们还是觉得章鱼是多点的。一开始本来以为它是生章鱼，但它其实是煮熟的冷章鱼。然后那个海鲜拉面里面其实就有含那个章鱼脚，所以我们就觉得章鱼其实可以没有点的必要。然后深海螺这样一个新的尝试吧，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可以试试看。海胆我觉得可有可无，当然是蛮新鲜的，但是就没有日本海胆那么大，那么好吃。但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啦。饭卷我蛮推的，我觉得饭卷可以吃，海鲜拉面是一定要吃。来这里停泊海里，他们都很用心的在赶海，很辛苦。摊面。晚上肚子饿怎么办？还好我们住南浦洞，超方便，走出来就有宵夜可以吃。而且呢，现在时间是快要11点喽。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这种阿朱玛的那种鱼板店，我超想要试试看的。虽然我的期望值是白天啊，但是宵夜也可以。而且呢，这个鱼板是我想超级久的啊。好像在吃路边的关东煮哦。年糕，它是年糕。我刚以为这是米肠哎，这就是年糕。我们点了一个冷面饭卷，然后2个鱼板加一只超胖的年糕，这样子15000块，划算啊。哇，糟糕！我觉得它的汤没有我想象中的好喝，因为我心里面想的是那个关东煮的汤，但是它有一个海味，而且蛮咸的。还有一个饭卷，我们是这几天都被贵到了吗？居然会觉得15000很便宜，划算啊！冷面。이건 테레비가 휴대폰이건 테레비가. 테레비? 아니 카메라. 카메라. 还以为你在看电视。这次在韩国没什么遗憾，就是待会需要照自己的东西啊。你有这么觉得吗？有吗？我还好。没有吗？海女也很到底啊。是这样子的，不要看我们今天的行程好像很可爱、很圆满，其实它是一个替代方案。我们今天原定其实要去庆州，那我很可爱、
我们明明预计要去庆州自驾，然后我把护照不是，我把国际驾照放在家里，然后 PDF 档不能用，所以千万要租车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带驾照，没有那种像泰国那么爽的，就是没有看驾照也没关系，不行，他一定要看驾照。好，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开车。因此呢，我们就临时调换了时间。后来我们就在 Klook 上面找到了一个就是庆州一日游的行程，想说，有当地的导游，而且会讲中文的来带，应该也蛮不错的。但是呢，我们今天早上就被丢包了，因为呢，那个导游他好像他们的时间跟就是 Klook 上面寄给我们的时间有一点出入，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是不管是时间还是集合地点，其实都有点出入，导致我们人到了现场之后没有找到司机，然后他们也已经出发了，这样子就有一点小小的误会。当然就是 Klook 跟就是导游那边有非常诚意的跟我们道歉，所以我们就觉得那就是退费了事这样。那庆州呢，是他非常想去的一个地方，因为那边是韩国的古都，所以就有很多的历史文化跟古迹在那边。但是呢，因为我没带护照，再加上就是 Klook 联系未上，导致整个庆州搞砸了，所以就这样子，就是说庆州的话，就是我们下一次有缘来釜山的时候再补给大家看。那虽然说就是今天的这整个行程是替代的方案，可是我们在规划这个行程上面也没有非常的马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去了 SPA Land 跟引导看了海女的一些小故事，然后吃了海女做的饭，跟体验一下那个非常棒的日落时光。这个行程就推荐给大家，也真心的推荐到当地旅游，不管是到哪个国家，来韩国也好，或者是去其他国家也好，尽量可以的话就是吃当地的食物，然后走当地的行程，了解他们的文化。我觉得这是我这几次旅游下来，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心得。我觉得今天你就是在台湾也好，你就是去了解一下那个城市它生活的痕迹、过去的一些历史或者是一些特有的文化跟特色，去体验一下，这样子你才更能够把自己的心啊、脑袋啊都身心灵都打开来。其实对你自己的自我成长蛮有成就感的。那这次的行程就送给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追踪我们，按订阅，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周的上片通知。我是 Jenny，他是凯荣，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